香港警方喺星期一罕有開記者會公佈，國安處通緝名單被通緝嘅8個人，全部都係海外，每個人懸紅100萬港元。當中有啲名經常出現喺官員嘅口中，但係亦都有啲名咧，大家聽完都覺得有啲意外。點解呢一份咁少可公開交代嘅通緝名單會率先包埋佢哋呢？香港警方新一輪嘅國安行動對實施3年嘅國安法係咪有新嘅解讀？國安紅線嘅範圍最新又圈度有幾大？國安法實施3週年前夕，大公報頭版報導話國安法有域外效力，呼籲政府盡快將羅冠聰、許智峰、郭榮鏗呢啲反中亂港分子繩之於法。我哋絕對唔係喺度搞任何嘅 show 啊，或者有散播任何嘅恐怖，我哋係執法。過咗7·1，警方國安處開記者會，用黑白相公佈通緝呢8個人，各懸紅100萬，指佢哋涉嫌喺外國違反港區國安法。以往甚少被官方點名嘅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，被指上年6月出席一個境外組織會議，抹黑中央同特區政府，鼓吹港獨。蒙兆達喺香港參與工人運動多年，去到英國繼續關注勞工議題，成立香港勞權監察。控罪所指嘅，相信係佢喺法國工人民主聯盟大會嘅發言，主要講述香港工人面對嘅挑戰。最後嗌咗呢句口號：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。Those operating as prosecutors, as well as some of the judges, are behaving in biased and unfair ways that should make everyone puke. 前法政匯司召集人律師任建峰被指今年5月出席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嘅聽證會時，請求外國制裁香港嘅司法人員同檢控人員，以及上年年底慫恿外國制裁香港。就聽證會嘅發言，政府今年5月曾經點名譴責佢。香港民主委員會 HKDC 執行總監郭鳳儀被指21年9月至22年2月以 HKDC 要員身份會見外國政客，請求制裁中國同香港。翻查資料，佢係22年4月，即係控罪日期後2個月至公開身份。之後先露面出席公開活動，近日再發聲反對美國容許李家超入境出席 APEC 會議，但呢啲公開身份後做嘅行為就唔喺控罪入面。至於大公報頭版主角，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、許智峰、郭榮鏗都被指勾結外國勢力。羅冠聰、許智峰另外被指煽動分裂國家。許智峰就再多一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。警方今年2月向許智峰嘅代表律師發信，當時話佢喺2021年8月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0、21同29條，但今次嘅通緝令冇出現第20條，即係組織、策劃、實施或參與分裂國家。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嘅家翁袁弓夷就被指喺20年嘅7月至23年嘅5月多次請求外國制裁香港官員同司法人員，又指佢籌組香港議會，以圖實施自決同顛覆國家政權。保安局上年8月就呢件事譴責過佢，但當時何良懋、梁頌恆都榜上有名。呢2個人唔喺今次嘅懸紅名單入面。我就會以真身繼續聯同攬炒團隊。外號攬炒巴嘅劉祖迪就被指喺20年7月到21年6月建立攬炒團隊，請求外國制裁。8個人入面，只有任建峰、袁弓夷有涉及今年嘅控罪，其他人最多只係去到上一年。佢係咪一日唔翻嚟，我哋就唔能夠拘捕到佢呢？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啦。佢翻唔翻嚟，佢自己嘅決定。但係佢翻嚟有好多個辦法嘅，我亦都見唔少。就係點呢？例如佢可以用其他人嘅身份啦、偷渡啦等等嘅嘢。國安法生效之後，多個西方國家已經先後終止同香港嘅移交逃犯協定。目前得返10個國家同香港有協定，
包括新加坡、菲律賓、印度、捷克等等。事後幾個被通緝嘅人都有回應。羅冠聰話：消息令人緊張，令佢有無形壓力，日後會更慎重選擇出訪外遊嘅地方。個通緝令咧，可能產生一種非常劣質嘅效果，就係鼓動到呢啲小粉紅咧，對於海外呢啲被通緝人士去進行種種無理嘅滋擾，令佢哋感到不安，甚至乎令佢哋感到受威脅咁所以我自己亦都要多番提醒啦，喺出入唔同嘅場合，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，都要留意多啲啦。香港個戶口已經被凍結咗啦，我已經唔可以喐裏頭嘅錢嘅，影響唔算好大。咁但係呢一樣嘢，其實係我覺得係好嬲嘅，用呢一啲咁揦鮓嘅手段去懲罰一啲批評政府嘅異見人士咯。咁係絕對荒謬絕倫。郭鳳儀同樣話，通緝令會煽動暴民心態，啟動民粹化小粉紅針對香港人。任建峰就話自己係因為愛香港而被通緝，話係對香港嘅一個交代。許智峰、劉祖迪等人受訪都話唔會太擔心。今次係3年嚟警方首次開記者會公布通緝名單。早喺國安法實施1個月時，多間香港傳媒引述消息話，國安處通緝緊6個人，包括羅冠聰、黃台仰、朱牧民等，指佢哋分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同勾結外國勢力。呢個由傳媒用消息堆砌出嚟嘅名單不斷更新。南華早報喺2020年12月引述消息話，警方通緝緊最少30人。喺21年底嘅立場新聞案，亦都有傳媒引述消息話，國安處通緝緊3名喺海外嘅前立場新聞董事。今次公布通緝令之後，南華早報再引述消息話，而家嘅通緝名單實際上有幾十人。至於今次懸紅通緝嘅8個人係點揀出嚟？南華早報嘅消息話，喺警方眼中，佢哋罪行嚴重啲，危害國安嘅程度亦都高過其他被通緝嘅人。